生的冷静，那是你寒风月里。这便是大谢礼啊。我要澄清，这个不是感谢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，就是形容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倾慕。不是男朋友，是什么？用你们这里的话说，就是。爽脆弹牙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烦人精，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嗯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嗯？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又骗我！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，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
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这便是三圣山了。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三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辞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挪玉的。辞藏道君的辞，不是慈祥的辞吧？500年过去了。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10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缕今日特携弟子百命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。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！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嘿嘿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，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
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！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
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啊？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奴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竟生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地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
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话 buff 这种东西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呀，要杀你！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弟子不敢。这师祖是闭关闭太久，精神出问题了吧？不是。庚辰仙府一开始方向搞错了呀，送什么弟子进来释放？我看应该送医生进来给他治治脑袋。走开，臭狗子，别舔我！说兄弟，我细胳膊细腿的，你饶了我吧！你吃了我反而塞牙。你想喝这个？早说嘛！您请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不太周到。其实说起来，这也算是我清谷天的特产。只要有这青灵竹在啊，就会源源不断的生出青灵叶来。我平常都拿它当奶茶喝，没想到您也好这口啊。这蛇怎么狗里狗气的？能把一条巨蛇养成忠犬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哎，我这算是又狗了一天。魔异的东西你也敢喝？是嫌活得太久了吗？你只不过是过去吃喝了2回，现在便替他说话了。世人皆贪婪，更何况是魔域之人，不是想夺灵火，就是贪图血凝华。他只是比旁人更会作为罢了。逆生石谷，紫 A 月之宫的玉蓉蓉消失无踪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这山里又只能进不能出，想回宫都不成了。师祖的脾性，谁也琢磨不透。先别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活下去才是关键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人能够得到师祖的垂青，成为师祖娘娘，那我们天之宫便能一举成为8宫之首。司马娇果然如公主所言那般残忍无道，我们必须找出她的弱点，
早日杀了他才是。凤山灵火已与司马娇融为一体，如果司马娇死了，灵火也会熄灭。这样一来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无法生发灵气了。我们如何修道？那血凝花是由灵火吸取司马娇的血长出来的，吃了血凝花和司马娇的血，我们照样能提升修为。你忘了公主说的话了？当年她得罪了司马娇，如若有一天她一个不高兴想要翻旧账，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，还何谈修道？你们叫我来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不可能的事情。叶若灵，你别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别忘了，你的族人还在公主手里。我已经给蛇兄安排上了，希望他今晚不要吵醒我，让我睡个安稳的觉吧。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回事儿？修仙之人也会痛经吗？太痛了，越来越疼了。明离不是说，这半生灵能牵引廖廷琰的蚀骨之毒吗？怎么他听到召唤之后，居然毫无反应？这廖廷琰，莫非真的以为攀上了司马娇，就可以摆脱我们的控制了？哼！好，我且看这蚀骨之毒，你还能挺过几回？蠢蛇，你带了个什么回来？他竟然中了魔毒，你为什么想救他？你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？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人带到我面前，你想死吗？这毒不过是魔域用来操控傀儡的小伎俩罢了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魔族千方百计送进来的，竟是这样的人。看来，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如此深沉的心机，配得上这张脸。
师祖，我怎么在您的殿内啊？演得不错，你竟敢利用那条蠢蛇，把你带到我的中心塔上。我猜可能是昨天晚上我肚子疼，我疼晕过去了，然后蛇兄担心我，他想让您救我，我没有想要麻烦您的意思。哎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不仅能止痛，还能增进修为，这世间无人不想要。不用算上我，我不太想要。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别！我怕脏了您的手，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因为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哼，在这世上杀人，不需要冤仇，更不需要缘故。比如现在，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。你又能怎样？我不能怎么样，我也打不过你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我先走了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就不想杀我。庚辰仙府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要不是只有我能供养灵火，要不是灵火能滋养整个庚辰仙府，要不是他们打不过我，我早就被分而食之了。魔域一直想毁了庚辰仙府，熄灭灵火，应该杀了我才是。怎么，他不想杀我？今天过得这么惊心动魄，我这晚上肯定又睡不好了。真是可笑，真人之事问出来的答案不会有假。若他真无杀心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是不是不管人还是火，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生病啊？都怪司马娇这个没良心的！
意不到，哼，没事老拿我消遣。司马娇，这么娇滴滴的名字，跟祖宗也太反差了吧？笨蛋，是娇，烧焦的焦。哦，嗨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这么暴躁呢？难怪祖宗说你一旺盛他就想杀人。哼，那是他诬陷我，我和他并不共感。你给我浇水让我痛苦，他并不会觉得好受些。那我这不是无效上班了？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血凝花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真相了还在教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别教了。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公司战队就是这么残酷哈。有朝一日等我恢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烧成骨灰，撒到司马昭那个混蛋面前。我的花，司马昭，好的也是我用你的血养出来的花，你就不心疼自己的血吗？捡起来。嗯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儿，花瓣。想要吗？您都把花扯成这样了，我要它干嘛呀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让你进来了。是的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哎，主要是我和师父师兄其实不太熟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幕。况且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这花赏你了。他竟然对你这么大方！大方，这花瓣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能用它来干嘛呀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花瓣就是1000年修为，整个庚辰仙府之人都对它趋之若鹜。哎，这应该算工资。只要你帮我，我给你更多的花瓣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宝贝，我也不是很敢用。万一我一个受不住死了怎么办？小说里很多这种套路的。我今天的活干完了，那我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，再陪我聊会儿啊。嘿，这就走了？我活都忙完了，不能走吗？谁说忙完了？要你多嘴，你自己找什么活儿？不想死就跟上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杀人？我不学行不行啊？不学就杀了你。啊！拿起来。拔出来。
仙府的灵气都需赋予灵力，方可使用。可我不会灵力啊。我为什么要学杀人啊？日后定会派上用场。啊！师祖，我先跟您确认一件事儿啊，免得我们日后相处起来拿捏不好分寸。说。那个，您看您给我喂血，把我留在身边，还亲自教我术法。这山上明明那么多人，您偏偏对我一个人这么特别，不会是喜欢我吧？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。我现在长得算挺好看的，也不至于到可笑的程度嘛。而且喜欢跟修为有什么关系呢？凡尘情爱，岂能入我的眼？那可说不准，老房子着火一瞬间的事儿。不知所云。要不是因为你的体质能暂缓的灵火给我带来的躁郁之气，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？哦，原来我是个移动空调啊！那就是我想多了，司马娇她真的没有感情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拜拜啊！棋子已落，500年了，这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怎么了？我听闻有一位叫廖廷彦的弟子，竟能毫无阻碍地进入中心塔，是那天之宫的穆尼生亲眼所见。我们想尽办法都无法靠近司马娇半分。他是如何做到的？他如何做到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心塔之外的结界坚不可破。那个廖廷彦能任意进出，难道结界已经被解除了？这样一来，我们便能伺机而动了。廷彦竟得了司马娇赏识，耳塞，打工人的睡眠必备品。佘兄，咱不是商量好了吗？你来了就直接喝，不用叫醒我，走的时候也不用叫醒我。因为你，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过整觉了。蛇有的时候太礼貌了也不好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估计你也听不懂。这种感觉，就好像工作忙了一天，晚上还要被热情的同事拉着聚餐。惹不起你，我总躲得起吧？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了吧？明离，你居然敢威胁我！少公主真是准时啊！少废话，说好的解药呢？你我之间的屏障还在，
看来灵火尚未熄灭，司马娇还活得好好的，我怎能给你？人我已经送进去了，你事情的成功与否，取决于你们魔域的造化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少公主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同伴。既然你不给我解药，我就拆穿廖廷烨的身份，让你们的计划落空。没了廖廷烨，魔域一定不会穷途末路。但是你呢，少公主？仙府最恨沾染魔域的叛徒。若是你父亲知道你为了提升修为与我魔域勾结，会如何？原来从一开始，你们就假意助我提升修为，让我放松警惕，实则为了用魔毒控制我，好让我替你们做事。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骗局。少公主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当初可是你主动来与我们联手的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想办法让廖廷烨尽快行动。不是吧，又来了！廖廷烨，你究竟在做什么？若我让廷烨帮我找机会靠近司马娇，他会不会认为我一开始结交他便是别有居心？可是，如果再杀不了司马娇，我的族人们可就……这黑蛇怎么在这里？那是廷烨住的地方，难道……救命！廷烨，不好，那畜生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仗着有师祖替你撑腰，你便为所欲为了。廖廷烨什么也没做，你吃他做什么？快把他吐出来！好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这是疼晕过去了吗？冥顽不灵。连个布洛芬也没有。布洛芬？师祖的血不就是布洛芬吗？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廷烨，你还活着？树灵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从蛇兄肚子里跑出来了？我以为他把你吃了啊，想救你，结果不小心被他给吞了。树灵，你竟然为了我差点成了蛇兄的晚饭。啊，我拿了他的蛇心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蛇兄蛇还是蛮好的。可能他是没什么坏心，不过我觉得他也狐假虎威惯了。这蛇心，我先替你保管，你若还敢吓人，
我就让你一辈子当一条没有蛇心的小黑蛇。你在蛇肚子里被关小黑屋，我在这中心塔被关小黑屋，生活好难啊。可是，师祖不是对你青睐有加吗？我还想着沾沾你的光，也去照顾师祖呢。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？青睐有加，他纯纯压榨我劳动力，你怎么还想讨好他呀？不行吗？还是说，你不愿意将我引荐给师祖？是不愿意。他那个人稳定发疯的，万一不高兴把你杀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愿意把我好朋友往火坑里推。你是在担心我呀？我还以为……没什么。是西月跟婉晴。竟连神识都没有留下，师祖怎会下此毒手？他当真毫无顾忌吗？他能有什么顾忌？宋景山的弟子接连被杀，他若不是现在被困在三圣山，恐怕我们整个庚辰仙府都要被他给杀了吧。又灭了一战，是殷之公的。公主，我是特意以死祭魂出山来向您传信的。有何重要消息？今日我们偷偷潜进师祖的中心塔内，新月夜就要来了。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修为被压制，日日遭受折磨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你可要替我好生护法，否则我会有性命之虞。新月夜是他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。师祖是如今唯一可以供养凤山灵火之人，倘若被有心之人利用此事加害师祖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师祖有多强，大家都知道。在他上世总角之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父辈便耗尽心力，集8宫血脉，才将他封印于山中。帝公主、杨公主、殷公主，当年你们也参与其中，最是清楚。一个新月之夜，当真会让他削弱至此吗？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若师祖当真虚弱，整个庚辰仙府的灵脉自然也会变弱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各位，此事事关师祖和整个庚辰仙府。明夜便是星月之夜啊！倘若灵脉有所变化，大家务必及时护法哦。田燕，你醒啦？若灵。我赶到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地上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不过我闻到四处都是血腥味儿，兴许是哪个弟子惹怒了师祖，被他杀了。司马娇这个人虽然有些时候神经兮兮的，但我接触下来，发现他不是一个嗜杀的人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晕倒前，云溪月那群人在找我麻烦，我还受伤了。可是我刚刚检查过了，你身体上没有受伤的痕迹。难道是司马娇救了我？师祖竟会救人？莫非？莫非是师祖对你真的有别的心思？哎呀，不可能，肯定是因为我是他的移动空调。啊，就是我能给他降温，减轻灵火对他的灼烧感。灵火并非凡品，庭燕的身体竟然能给司马娇降温，难道她是来自魔域的极寒之体？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多亏了那条小黑蛇，给我通风报信，我才及时赶到。哎，说到蛇兄，他人其实挺好的。上次也是误会，汝灵，你能不能把蛇心还给他呀？还好庭燕平安无事，还是得谢谢那条黑蛇。蛇兄，别来无恙。不对，说无恙似乎不太妥当。之前是我太鲁莽，我以为蛇兄吞了我的好友庭燕，这才误会了你。今日我向你赔罪。我听说蛇兄喜欢喝这个，我便带来了。你可是要这个？你这是？蛇兄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拿到这颗蛇心之后，一直随身收藏，并未动过任何手脚。我化成人形了，若琳，多亏了你，若琳，你看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，真的，谢谢你，若琳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但我今天化成人形了，谢谢你。嘿嘿。如琳，谢谢你，给了我一次做人的机会。明晚便是新月夜了，这次机会，我定不能错过。师祖，是我化成人形了。是叶入灵，他将我的心还回来之后，
也不知道做了什么，我便可以化作人形了。你喝了我这么多血，早就能化为人形。没错，是这样才对。当初师祖用自己的血肉喂养弟子，弟子才可以捡回一条性命。师祖，我的命是你给的，弟子必将誓死跟随。你既然已经化作成人，便应该学着好好做人。庭燕也是这么说的，她让我不要舔她的手指，还跟我说要像人那样学会自尊自爱。可是师祖，弟子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人。你先去见的他。多亏了庭燕，入林才会把心还给我。我是专门去谢谢庭燕的。师祖，庭燕真是一个好朋友。朋友？他倒是会笼络人心啊。新月夜，你去山门处守着。弟子明白。师姑，你每天都守在这儿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想见师祖啊？师祖以一人之力供养灵火，使得庚辰仙府上下得享无尽灵力。得到师祖的垂青是我自小的夙愿，更是我们天之宫的荣耀。可他阴晴不定的，你不怕他杀了你吗？纵使师祖杀了我，我亦无怨无悔。这些修真人士都这么视死如归的吗？我可做不到。活着多好啊，干嘛非要为了别人去死？如果有机会能够活着，怎么样我都会去努力的。老板，大清早的，你别吓人啊！你的胆子怎么会这么小？所以您最好不要给我安排太多活干，要不然我受了工伤还要您负责，多麻烦呀！想让我对你负责任，你的野心倒不小。师祖，您是会划重点的。这是什么妖法？你就是用这妖术收买的那条蠢蛇吧？冤枉啊！我是不会术法的，您知道啊。说吧，这是什么术法？这是点赞手势。什么是点赞？就是给老板您拍马屁、戴高帽、捧臭脚。你的手段竟如此上不得台面，那你不也是很受用吗？可惜了，我不爱戴帽子，脚亦不臭，更无需养马。你的诡计要落空了。啊！我站住！我上次教你的术法，练习的如何了？马马虎虎吧。
以后要杀人的时候，最好刺这里。再不济，刺这里也行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谢师祖赐教。